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不讲车，今天来搞车，搞什么呢？就是来 DIY 换我的86的 brake pad。因为这个86的 brake pad 已经完了，所以就今天来尝试体验一下自己换一下这个86的 brake pad。但是这种好事情怎样只有我自己来体验呢？所以我就邀请了一位同伴来一起体验换这个86 brake pad， 那就是我们的 Low 哥 Mr. Low。耶，感谢Ryan。Ryan冒很大的风险，你知道吗？因为我手工是很差的，然后他既然可以冒这个风险的，让我来帮他的车换 brake pad， 然后今天也是我的师傅了，师傅谢谢你。放心，我也是学徒来的。好，因为解决不了，我还有 4man 可以解决。耶，有 backup， 我们有 backup and backup 啊。但是你之前有换过 brake pad 吗？有看过人家换 brake pad 吗？没有，我只知道那个 brake 皮少的时候，那 brake 油也会跟住少，要多 brake 油这样子哦。我知道这样，然后换 brake pad 应该是把 brake pad 拿出来，然后放新的进去。哦，所以整个的过程是不太清楚，也没有看过别人换过啦。没看过。这样你这个是好事情啊，因为哦，有些人很喜欢丢住那个 4man 这边换东西嘞，这种很压力，你知道吗？很不爽啊！那些 4man 哦，其实心里那边按表，你可以走开嘛，走开嘛。我这边做东西，你可以走开嘛。对，所以有一句话可能叫君子远庖厨啊。像我看一个人在煮东西的时候，我也是尽量不要去看他，因为我怕看他给他压力嘛。是。像我妈在煮东西的时候，我尽量不要看。是。所以我就心想，换 brake 皮应该也是一样。那 4man 在做的时候，我尽量不要去干叫他。对，比较好。所以观众朋友，下次你们在什么打压店啊，还是什么 service center 啊，你们想要去看那个 4man 去换东西的话，我劝你不要了。我跟你讲，分分钟那 4man 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就是拿出来来录你了。或者有额外收费啊 ，normal price 是这样子。看 4man 做东西差20%，多20%。对啊，重点是安全问题啦。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换 brake pad 吧。好的 ，Let's go。Let's go。在我们换 brake pad 之前，我们要做一个东西，就是要抽掉这个 brake 油。因为这个 brake 油之前我有 top up 过了，所以现在这个 brake 油其实是多过头了。现在我们就是来抽掉它先。来，这个盖我会开。啊，开这个盖。哇，转速变快啊 ！OK， 差不多了，来，马上来。啊。OK， 好。你这个抽的没有别的油啊？不用紧，无所谓。无所谓，反正就是油，反正就是那个油是废油来的。不管它，反正我们也没有打算用回。是。这你有准备新鲜的 brake 油啊？肯定有。不要忘记 holiday 啊！放心，肯定有。所以现在我们抽好了，然后这个盖子也保持它打开，我们也不要给它盖回去啊。接下来我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子。好，现在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就开始换 brake pad 啦。好，我们现在来拆后尾的 brake caliper 先，来换 brake pad， 因为后尾比较复杂一点点。前面我就留给你。哦，原来是这样。通常来讲哦，是后尾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开拆，然后要拆很简单，先准备一个12号、14号的 coupling。12、14啊，来 ，OK， 拆啊，你懂拆螺丝的逆时针跟顺时针吗？顺时针是紧吗？是，逆时针是松。OK， 所以我们这边要拆的话，OK， 我们这样子看得来啊，就是螺丝这边是12点钟嘛，我们这样子是逆时针哦，啊，所以我们要向这边开。撬它就行了，用它的头，杆，使出比较大的扭力。是，这个就用它盘哦，就出来了。哦，原来是这样啊！Subaru 的这个，Subaru 啊，它跟 Subaru 联名啊。OK， 好 ，OK 就用工具撬开它，拿出来。这个是我们 brake caliper， 可以看到你其实已经是所剩无几。等一下我们拿新的来对比一下。拿新的对比，好。这个是新的，旧的，差真的很远。幸好你家的手牙了，你可以一直做 engine brake 啊。是。哎，那个蛮漂亮的，你翻过来看后面这。日本牌子。Lexus， 我们现在用的是 Lexus 这个牌子。然后如果讲你们换那个 brake pad 的话，这个铁片啊，如果有些好像比较便宜的，他们是没有跟着这个铁片来的，所以你们要用回原厂这个铁片。如果没有装这个铁片哦，到时候就会有那种异响啊，那种可能踩 brake 的时候会抖啊，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样重要的铁片。对，这个铁片其实是要用回去的。刚刚我们不是讲为什么抽 brake 油嘛？因为我们现在的 piston 啊，就是已经是跑出来了，这个 brake caliper 的 piston 跑出来了，因为我有 top up 过，变成如果讲我再把它推回去的话，我油是不是多了？
如果没有搓的话，它是把那油就会流出来，就会满出来啊。对，所以我们要抽一点。刚刚原因是这样子，然后开住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给那空气进去，你推的时候比较省力啊。对，因为如果你盖住它压力太大啊，真空状态，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哦，了解。是不是真的我不懂啊？因为以前我的师傅是我这样讲，我谷歌过也是这样子讲啊。make sense 啊，因为你如果盖住整个系统就 close loop 了嘛，你把它开掉，它就有一个地方可以推，压力就会小。所以我们现在就用这个特殊的工具来帮它把 piston 推掉，对，推出来。A little later， 对，差不多这样子。差不多到镜头了啊。好。当然有新的，你们也可以把它什么弄干净啊之类的啦，哈。不过我没有新的。然后现在我们要擦一点东西在上面，这个是一个它附赠的耐高温、防震、防异响的 grease， 俗称牛油。它不叫牛油，不懂，它就是一个 copper grease 来的，我也不懂什么呀。总之要擦就是了，它给什么就擦什么，每样东西一定有它作用的。打开来，擦下去就可以让它经久耐热。是可以这样讲啦，会有异响可以擦的话，我们现在要擦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我看到美诺老是在上面这边，你要涂一点，有点像榛果酱一样。是。这边一点点。哇，这个材质不一样，有点反光这样哦。是，他们叫 copper grease， 有铜在里面。是这样讲吧，我也不太清楚。later， OK， 好，擦好了是吧？我们就把这个 brake caliper 放进去，brake pad 放进去，来。OK。piston 不够劲啊。要看一下，够劲这样。15 minutes later， 哦，这样子做到了。拉出来进去，拉出来进去，进出。可以这样讲啊，进出。好，现在就是把它绑下来，我就把它转紧，对啊。哎，这个我们就换好后尾了。OK， 后尾这个就大功告成，完成。所以我们要换前面就交给你。OK， 刚才你讲前面比较容易是吧？啊，是。OK，Thank you。OK， 好，现在我们就由这漏来拆前面的 brake 皮，我不懂它会拆成怎样啊，有点期待。我的魔爪就会染指这辆车。我们14啊，对，14开下面。OK。倒反，就是你看啊，这样子吧。啊，对，我们要逆时针。对，这样用推的。好。对。啊 ，good up, nice, very nice。OK， 第一关好像没有什么意外的过了。第一关，螺丝拿出来呢，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呢，给你不要上来，转上来啊，上来。哦，哇，我人生中第一次转 caliper。OK， 这样子了之后呢，拿出来，把 brake 皮拿出来。对。但是有一点硬，不是，用这样子 ，OK， 看啊，这样子，哦，向外啊 ，OK， 就要借助一点工具，啊，可以，来，我成功拿出来一个，然后其实是，哎呦，还有剩一些了，因为那个针还没有到，还有一个哦，向外。然后用一点杠杆原理把它挑出来，就可以了。哦，然后这个还有蛮多的里面这个。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86前面它是跑 Twin Piston， 对，我看一下，它跟后面就有明显差别，看它有2个 Piston， 2个活塞的。是。现在就要推 Piston 了。我们推 Piston 之前要做一个事情，
因为刚刚我们在等待期间我们有做了吧？哦，洗那个原本的那些旧的粉，所以交给你。我要擦的地方是在这些铁片是吧？对，这个部分，它的 surface 吧。对。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一边转。哦，好厉害！司机，来，我看一下。我还沙在那边啊，我手在那边转，真是。看没有，老司机出手。我不是老司机啊，我很多年没有做 foreman 的工了。A few inches later， 然后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拆下来，我们去清洗一下。好，拆的话是向上啊，刚才。对。我个人建议还是用工具会比较好。大概的给它敲起来。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讲到工具这东西真的是很重要。我们人类啊，变成直立人啊，就是人类演化过程当中变成聪明的人类呢，第一个凯蒂呢就是会用工具。是而且猩猩是不会用工具的。可以看到，sorry，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肮脏的。白粉跟那个什么？对，那些可能这些污垢啊、那种灰尘啊这些东西都粘在上面，所以我们要清洗一下。Late again。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东西大概洗干净了，大略洗干净了。对，亮亮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东西推进去，就如刚刚我教你的。我们一个一个推。可以再收一点。对啊，我收一点是。你这个你可以再这个再收一点，给它收进来一点。对，进去了。OK， 然后我需要再推这个啊。没有，到反，这样子转反它。反。A few moments later。好，转下去。好了，真的。对，还有后面一片。后尾就给你。后尾，哎呀。这个要进来 ，OK。对，好，这个加起来我感觉非常顺利。是啊，好像有点卡住，看下哪里卡住。刚才你讲前面比较容易是吧？是。OK。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可以的。什么问题啊？可能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东西要把它摆正。这个东西要摆正。这边的螺丝要把它转正。是。所以经历了不知道多久，我们就把它装好去了。所以是没有这样简单。没有简单。OK， 来放进。所以不要小看人家 foreman 只是这边坐住好像很简单这样子。有些时候对于到不熟悉的车真的是要花那个时间去想一下，到底怎样装下去才可以的。人家赚你那几十块钱的工钱不是真的赚几十块钱的工钱。对，那个东西是时间日积月累下来的经验，多年经验。所以我没有跟 foreman 砍价，foreman讲多少就多少了。来，这个其实我跟你讲可以吗？不是，有一个方法。我怕太没有一个方法，教你一个方法就是这种时候你就用拉力。杠杆。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技巧。你刚刚那个手法令我想到楼道里面有一招那个木村锁，就是这样子锁人家的手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前后 brake key 终于完成了。前后的 right side 右边。右先，所以左边我就留给他的视频去拍。所以到底他的左边换成怎么样，你们可以到 Mr. Low 的频道里面去看一下。2000 years later。好，不知不觉这个86换的 brake pad 已经过了5天，现在就让我来和你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个86换了 brake pad 过后，它有些什么样的改变。首先，它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有2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 brake 的踏板整个变高了。其实我们可以从之前就是我在换那个 brake pad 的时候，我有给你们看它的这个旧 brake pad 的那个 level 啊，跟新 brake pad 的 level 对比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不难猜出这个前车主应该是从降车新车时候到他卖车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换过 brake pad 的，所以到了我的手，我就已经习惯了那个 brake 踏板的那个高度，所以当换了新的 brake pad 过后，整个的感觉就是它这个踏板感觉变高，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习惯这个高度。然后第二个改变就是在还没有换这个 brake pad 新的 brake pad 之前啊，遇到前面有紧急刹车啊，还是我突然可能要过弯啊、转弯啊，在踩刹车的时候，整个的感觉就觉得这辆车有点刹不住的感觉。即使换了新的轮胎，也会有那种刹不住的感觉。当换了这个新的这个 brake pad 过后，这种刹不住的感觉就已经消失掉了，变成前面好像有突然刹停啊，然后突然 emergency brake 的时候，这辆车可以很简单的停下来。所以这2点来讲，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换了新的 brake pad 过后，刹车那边最大的改变。然后这次也非常高兴，以及感谢 Mr. Low 来陪我一起尝试这个体验。虽然讲一个是完全没有动手 DIY 换过任何东西的这个 salesman， 然后加上一个已经有10年没有做过 foreman 工作的人了。可是这一次来讲的话，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啊。好，这个86 DIY 换 brake pad 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当然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频道，开启你们小铃铛，在这边感谢你们支持。好，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